家好，有在发我 IG 的朋友应该有发现，我最近超级喜欢吃沙拉的。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吃沙拉的人，我都是为了减肥啊，吃个意思一下。不过呢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个朋友，他很会做菜，他让我完全爱上沙拉。现在每一天一定要吃一次沙拉。我真的真心爱上沙拉了。然后我这位朋友呢，他也很大方的教我怎么样做出好吃的沙拉。今天他也会很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做这些沙拉。而且这个沙拉是非常适合健身的朋友在吃的，非常健康无负担，然后营养成分也都很棒。那让我们欢迎 Kell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。Kelly， 我真的超喜欢你做的菜的，谢谢。我觉得超好吃。我上次来你家这边吃饭啊，我是对那个滋味念念不忘。你为什么很喜欢煮饭啊？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爱吃啦，就是说可以跟大家 share， 然后大家可以给我评分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在进步。我每次吃完你做的菜点啊，我就觉得外食完全不好吃。在我吃过你做的沙拉之前，我对沙拉完全不了解。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生菜的这些部分？其实现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通路，你可以买到很好吃的沙拉，有不同多的蔬菜。那像是通常可能大家会最多去的地方就是美式卖场好市多 Costco。那其实现在家乐福也有很多，他们有出一个就是蔬菜生菜区，或是有机蔬菜的部分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考。那像市面上最常见的生菜的部分，就像是有不同种类的莴苣，还有罗曼。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用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贝比生菜。贝比生菜，对，贝比生菜，对，因为贝比生菜吃起来它叶子本身就会有一点点味道，所以就会觉得还蛮，而且它就是很软，所以我就很喜欢。对，我也蛮喜欢吃贝比生菜的。那除了生菜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沙拉里面？通常就是可以加一些小黄瓜啦、洋葱，还有小番茄、酪梨、水煮蛋，可以增加就是沙拉的，不管它是它的颜色，还有或者是它的味道。cheese 是一定要的。对，我觉得 cheese 好好吃。cheese 有很多不同的 cheese 啊，像是有那种cheddar， 就是你可以买很多那种小块，或者这种调味的 cheese， 或者是还有希腊的 feta cheese 这种，对。而且我发现有些 cheese 里面的营养成分很棒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热量很低，然后又很低碳水化合物。对啊，就是很适合要做生酮饮食的人，真的可以参考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沙拉是鸡肉油醋沙拉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的吗？首先，你可以放贝比生菜当做你的基底一点。那再来就是说是像小黄瓜啊、番茄、洋葱、酪梨，还有洋菇。有很多人就是看到我放洋菇的时候，他们都还蛮意外，就会觉得说，洋菇可以生吃哦。没错，洋菇可以生吃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油醋酱的部分。其实像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，可以在家里放巴萨米克油醋酱，真的超好吃。我每次沙拉都是吃这个油醋酱。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沙拉酱，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，因为它就是巴萨米克、醋跟橄榄油，然后蜂蜜，就3种1:1:1的调味就可以了。就当你把全部的配料都放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你的鸡胸肉还有 cheese 跟酱汁就可以淋上去，这样就是已经就是一个完成的一个沙拉。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怎么样让鸡胸肉煮起来很嫩，不会柴柴？因为这是我的困扰，我每次都把它煮得超干的，真难吃。在煎鸡肉的时候呢，做半煎半蒸的方式去做。那所谓半煎半蒸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会一面煎2分钟，大概中大火。另外2分钟过的时候呢，就翻面转小火，然后用盖子盖起来，让它用蒸的方式。当5分钟过后之后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，浸制在砧板上。就会很好吃。它就是当你切它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说它就是其实还蛮 juicy 的，就会流出来那个大家可以看到鸡汁的部分。那 Kelly 除了油醋酱之外，你平常还喜欢使用什么酱在你的沙拉里面？最常见的油醋，还有优格做基底酱。我吃过你的优格酱，很好吃，好好吃。下次可以有机会，对，我们可以再教大家怎么做。那当然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沙拉。那这个沙拉的营养成分我就放这边，放我脸上。它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而且现在晚餐时间快到了，其实我蛮饿的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吃它了。我下次再请 Kelly
教我们做怎么样做健康又简单好吃的餐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